我知道为什么光瑞和王丽打得火热，但是不接您电话，不回您邮件了。为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一条财经新闻，说重点。千度的总裁他接受了一个采访，在采访的时候他说到，如果我们要占领未来市场，那么光瑞的大数据还有我们的搜索排名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王丽不是千度的律师，如果他刚巧是呢，那他会不会用这个身份去接近光瑞，而光瑞会不会因此而动心？那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所以呀，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找到更大的馅饼才行。我们找不到。您没找呢，怎么就知道找不到？我不是在指导您工作啊，这是您之前教我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王丽说你们有矛盾，怕你曾经年搞事情。但是王丽她并不是千度的律师，也不是他的法律顾问啊。他有一个朋友呢，是一个基金的代理人，这个基金控股千度。所以说这是天作之合。你是想说我放弃？不，我觉得你应该接受。我希望你能理解。如果我要接受的话，必须同时接受王丽做我的法律顾问。那当然，毕竟他的朋友控股千度。谢谢老毕，不客气。那咱们以后还是朋友。当然是朋友。我有一个小疑问，你说，王丽她为什么要拿那么大的馅饼去砸你呢？他说他喜欢成人之美。光瑞，这件事情不管最终怎么样，咱们俩这么多年朋友，这么多年哥们儿，如果说你相信我，你是不是可以？你想看我跟王丽的协议？万一不是馅儿饼，是陷阱？多加一个小心，总没坏处。哎，王老师，您是为了拿到合同，所以才以退为进的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把我往好处想？我这就是把您往好处想啊，因为我知道您内心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儿。没错，我确实不相信，确实不相信他们可以给出光瑞这么好的条件。所以说，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，这里面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果不其然，王丽给光瑞挖了好大一个坑，光瑞会被骗得很惨的。你一夜之间就读完了 MBA， 我有一个优点，自知之明，不懂就问。所以你问了何塞。对，我记得以前小天跟我说过，千度最早是何塞老师的客户，所以我想何塞老师应该会比较了解。他们3年前就解约了，这是何塞心中的痛，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。但他跟我提了，他告诉我说他特别看不起千度，千度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消灭过很多竞争对手了。看来你确实有这么一点点的进步吧。记住，他们买光瑞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把光瑞树着高阁。很多品牌都是这么消失的。光瑞拿到几十亿，然后他的公司和品牌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去找何塞干什么？问他想吃什么，我请他。那你呢？好久不见，罗宾，好久不见了。一个人啊？约的人还没到吗？你干嘛不直说光瑞来不了？我怕你接受不了。
我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想打一场球而已。怎么着？要不咱俩打一场？啊不，我不跟无赖打球。我跟你说啊，无论什么运动，球员在场上难免都会犯规，但是犯规不代表他就是无赖。那这么说，你承认你给光蕊挖坑？嗯？你的样子真的很令人生厌。令你生厌不能说令人生厌，你不代表人类。约到何塞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手机关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到哪里能找到何塞？请给我一个位置。风景不错啊，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？如果我去上班，你在这儿见到的就不是我了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要离开全景。顾姐给了我更好的条件。不会的，我知道你在赌气。不，我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你好好的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没时间，我也不想谈。你就是走，也不能现在走。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站住！站住！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？我为什么不能任性啊？啊，你成年累月的任性，对吧？你想炒客户你就炒客户，你想拍桌子你就拍桌子啊！你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你那都不是啊任性，你那是跋扈。我从不对自己人。你现在走，就等于是在全景最艰难的时候给全景插了一把刀。难道我要留在全景，等着你们给我插刀？没有人给你插刀，那是没插你身上，封印把我插的都快成刺猬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何塞，你要理解他，他现在压力很大，他不是在针对你。前段时间因为光瑞的事情，他不也冲我嚷嚷吗？是你现在已经把光瑞的问题解决了，对吧？可是我怎么办啊？那些走了的助理，我不能把他们拉回来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在，我们可以培养新的。我跟封印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他呢，跟我拍桌子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顾杰另立山头，四处造谣抹黑，说我们所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有心思在做业务。你这时候把助理开掉，就等于是给顾杰递过去一把刀子。所以封印情绪失控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要为他的情绪失控付出代价。但现在我替他向你道个歉，行吗？不行。那请问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也知道啊，我留在全景是没有前途的，因为你永远挡在我前边。我们俩发生了任何利益冲突啊，永远是牺牲掉我。你我之间有了矛盾，有了分歧，封印也永远是站在你的一边，对吧？我不是妒忌你啊，我是觉得这样不公平。既生瑜，何生亮啊？咱俩就不应该在同一个律所啊，咱俩应该分开，分属不同的阵营。
一较高低。你的意思是，未来你想成为我的对手？对，我们俩不再同一个律所，就不用互相再回避了啊！咱们俩可以作为同一个案子矛盾利益的双方啊！我一想到咱俩会同时出现在法庭上啊，我就有点迫不及待。幼稚。看好了，封印他求你让我把它收回。哎，我如果明天在律所里见不到你来上班，我就把你从我的好友列表里彻底删掉。好友列表里，我在他的好友列表里。好友列表，好友。我下来上班了，但是你要先去封印办公室，他在等你。合同我打印出来了，到时候您啊帮我过目。来，飞飞，不好意思啊，前段时间呀家里出点事儿，没顾得上你们这边啊，都能理解，请坐。关于这1650万的事儿啊，我认，但是话呢，咱得说清楚。因为之前这个合同啊，蓝红签的，我哥并不知道，但是现在要付这笔钱，那咱就得名正言顺，重新签个法律协议。之前那个作废。罗宾还没有来，在老大办公室。哎，有客户。谁呀？新合同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请罗律师做我的私人法律顾问，这笔钱呢就算是顾问费。这和过去的意思差不多，有一点点不同。之前啊，是我哥的法律顾问，就因为我哥现在已经不在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是想请罗律师作为我的私人法律顾问，绝不可能。哎，这为什么呀？因为您是被告，我们是原告的律师。我是被告，我被谁告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嫂子，你哥哥的遗孀。蓝红告我什么呀？我听听。你侵吞了你哥哥的遗产，欺负他们孤儿寡母。我还没告他呢，他反过来告我，推杯垫倒是吧？哦，潘金莲告上武松了。哎，众所周知，你哥哥以前得过胆管癌，动过手术，所以说你哥哥的病以及他的离世跟蓝红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蓝红要不是天天气他，他可能脑梗吗？可能生病之后还不见他吗？你哥哥之前留下遗嘱了吗？当然留了。遗嘱怎么说的？遗嘱里说，所有的财产跟蓝红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那跟谁有关系？跟我有关系啊。所有的财产都归你一个人所有。我今天来呢，不是要在这儿啊谈论遗产的继承问题，哎，我是来谈这法律顾问的合同的事儿的。可你们现在这儿冲出一律师来，跟我说我被告了，而且还是原告的法律代理，这有点荒唐吧？哦，对不起啊，这事儿我也是刚听说。何塞，你跟那个兰事先签了代理合同没有？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过来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儿的，正在进行中。那就是还没签。那个，封主任，罗律师，我对法律呢也略懂一样。如果你们跟我签了这个代理合同，你们就不应该接跟我有利益冲突的任何一方了。咱换句话说，哎，咱不用换句话，咱们就直说，我们作为蓝红的代理人，就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啊，也不可能给你提供任何法律服务
否则我们就会违背利益冲突原则，也会违背我们作为律师的职业规范。哎，这怎么呛你生意啊？不，我们是搭档，不存在谁抢谁的生意。行，你们是律师，你们不做生意，我是做生意的，我给你们算笔账，好不好？这个合同一签，你们律所立马就能收到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。你等等啊！如果我们做了你哥哥遗孀的委托人，按照行业参考价，律师费按照争议标的额的1.5%到8%之间收取，那我们的律师费就会达到1.5亿至8亿之间，我们也会算账。你算的呀，只是你自己的账，我帮你算算罗律师跟你们整个律所的账，好不好？除了这笔1650万的顾问费之外，打官司如果真的产生诉讼的话，这钱是单算的呀。罗律师，他付你多少钱，我一样会照付，甚至更高。一旦蓝红发起诉讼啊，罗律师是不可能做你的代理人的。为什么呀？蓝红是他前女友。罗律师，这你应该更了解蓝红了呀。他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众所周知，背信弃义，太贪婪了。哎，之前是因为给我哥做法律顾问，做着做着成我嫂子了，这不明摆着冲我哥钱来的吗？我哥早就看出来了，早就有全套的防备，所以1分钱都没给他，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孙先生，对不住，我可能真的不适合做你的法律顾问。为什么呀？老天长眼，天赐良缘，给了你一个报仇的大好机会啊！他不是那种人。我对上号了，你不会是那个前男友吧？哎，我可早有耳闻啊，之前人要结婚了，请柬都发了，结果结婚之前遇上我哥了，把你给甩了。如果要是这么能对上号的话，我太能理解之前为什么跟你签着1650万的合同。哎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，那是因为你们1审、2审都败诉了，我跟他签的是风险代理合同。如果我不能胜诉的话，那这钱也到不了我们手里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啊，你怎么不想想你怎么接的呢？要不是因为你的搭档跟他的老情人有关系，你可能接吗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打架是吧？好听点。我就说了，哎，我就说了，怎么着吧？你现在就是。找罗宾啊，他不在，他去风云办公室了。琳娜姐，打起来了！罗宾老师在风云办公室跟人打起来了，拦都拦不住。安静点起我就算了，你个西门庆也跟啥上了外边？住手！就说你西门庆。律所培养你也不容易，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何塞老师应该跟你也谈过了，你再想想。那我就先不辞职了。现在知道疼了，以后我跟人打架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别抱着我，你去抱对方，抱别人？罗宾那意思呢？你抱着别人，他就好打了啊！你抱着他，那他就没法打人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，刚才亏了是抱着你，这要是没抱住呢？你出手没轻没重的，把人打伤怎么办啊？我还没出手呢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你一碰着人家，人家就可以报警。万一验出点轻伤来，直接把你就给拘了。对，你要是被拘了，被吊销了律师资格证，你就当不了律师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不当，我卖咖啡去。你以为咖啡是你想卖就能卖的吗？谁找你这样的大叔卖咖啡呀？没人找，我自己开一个，就叫大叔咖啡。从咖啡师到服务员，必须全是大叔。行了行了，越说越没边儿了。大谢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了啊。